如果你是电影咖，你一定看过这些电影。无论是获奥斯卡外语片的《绝美之城》、Woody Allen 的《爱上罗马》，还是好莱坞明星加持的《偷天换日》、《天才雷普利》、《色欲》、007皇家夜总会、浓情威尼斯、天使与魔鬼、不可能的任务3、人魔，甚至是气势磅礴的史诗电影《神鬼战士》、庞贝等，只要提到意大利，几乎无一不是如诗如画、美丽的极不真实的电影场景。在所有欧洲旅游梦的游客心中，意大利所占的成分绝对不容忽视。它文艺浪漫、雍容而懒散，作为拍出了《罗马假期》、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等经典电影的国度，意大利无疑也成为了万千影迷的旅游之地。跟随电影寻找让你感动的风景，是拜访意大利的最佳方式。那么今天就一起跟随我的脚步，在电影中找寻绝美的意大利风景，在美丽的建筑与艺术作品背后，找寻了一个个动人浪漫的故事。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我就带着大家漫步意大利，徜徉在罗马这个浪漫首都，来一场意大利绝美电影取景之旅吧。如果让我选择一组电影与城市最契合的例子，那么我一定会选《罗马假期》与罗马。罗马这座千年古城造就了这部影史经典的佳作，而《罗马假期》也将这座城市的美好展现给全世界，吸引了无数个游客慕名而来。我想这部电影之所以迷人，是在于它剧情的纯粹。过去尚未演变成科技先进的时代，没有便利的通讯软体，而那萍水相逢的缘分便显得格外珍贵。男主角Joe带着女主角Anne同游罗马，一日间的朝夕相处，便萌生了对彼此的爱意。你知道吗？其实导演 William Wyler 所写的这部剧，是根据刚去世不久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2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某次造访意大利而萌生的灵感哦。年轻的奥黛丽·赫本第一次演出大荧幕，就担任此片的女主角，她还因此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呢。而据说当时为了要让她演出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男演员 Gregory Peck， 还主动要求奥黛丽·赫本这个新人的名字也要与她的名字放在片头之首呢。虽然这是一部浪漫爱情片，其中也着实记录了安公主的蜕变。第一幕的场景在宴会上，无意松脱的高跟鞋反映公主对例行的公务感到乏味无比，一切都是繁文缛节。晚上侍女在床边报告隔日的行程，公主对她这么说。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似乎摸不着尽头，压抑的情绪瞬间崩体。公主决定连夜逃出城堡，一窥外面的世界，而这是公主人生第一次的奇幻漂流。公主Anne与记者Joe的相遇，就在逃亡那一晚的午夜罗马。Joe将精神恍惚的Anne带回住处，隔天醒来后，他们彼此隐瞒身份，展开了一场罗马探索之旅。当Anne说出微小却难以实现的愿望， Joe 决定带着Anne从白天一路玩到夜深，体验刺激的罗马生活。从未接触市井小民的Anne，像是带着五色万花筒，睁大双眼仔细欣赏不一样的世界。他将束缚的包鞋换成舒适的凉鞋，再将3000烦恼丝剪去，顶着清爽的短发，爽快地在大街上走跳。身上的包袱褪去了， Anne 终于能选择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来到真理之口的古老传说前，两人都正视埋藏在心中的真实身份，即使没有说出口，也不再那么重要了。那一晚，Anne 知道自己该离开了，是时候像梦一般的罗马假期告别，以及向这个花不到一天就深爱的男人道别。回到皇宫后，她拒绝侍者准备的牛奶和睡前小点。这时的Anne已然蜕变，不再是过去向往自由而郁郁寡欢的小女孩了。她决定重回岗位，担起重大的使命。
这部罗马假期带给我的不仅是对意大利旧城的美好想象，迷人的鲜花、建筑、舞会和街边的咖啡馆，以及男女主角的意外邂逅。除此之外，我更多的感触在于，我们面对内在渴望与现实身份的拉扯，碍于角色冲突，我们常常无法随心所欲地展现本我，而这何尝又不是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必定会遭遇的课题呢？在这样的古都，少不了美丽的传说，而传说中，只要能背对喷泉，将手中的硬币丢进池中许愿，未来就能重返此地。无论这个传说是真是假，能在永恒之城许下这么一个浪漫的愿望，一切都值得了吧？就如同赫本在《罗马假期》中所说，我会用一生来珍藏在这个城市里度过的每一分钟。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改编自人气作家 Elizabeth Gilbert 的同名畅销回忆录改编的作品。这本书全球热销超过700万册。剧情描述女强人 Liz， 她感到生活中失去快乐的元素，她不计代价地结束枯燥的婚姻，并思索着生命的意义到底为何，而人生的依归又在哪儿呢？对于现实中的一切景况，Liz 的内心感到彷徨与困顿，她惊觉她的人生正处在抉择的交叉点。然而，她的心中有股力量，让她急于摆脱现有的生活模式，让颓靡的人生突破禁锢已久的旧框架。于是，她抛下了所熟悉的一切，开展自我探索、改变生命的旅程。第一站，她来到了浪漫随性的意大利，每天都过着茫然颓废的日子，他尽其所能的吃喝享乐，同时又在混乱中想找出自我认同的价值。Liz 的第一站是罗马，除了游览这座城市以及其文化瑰宝外，他还发现了真正的美食享受，然后才前往印度和巴厘岛。Liz 在罗马逗留期间最具启发性的场景涉及食物，他在纳波纳广场教堂外吃冰淇淋，就如同电影海报呈现的那样。在 Naples 的一日游中， Liz 和她的意大利文老师一起在一家典型的罗马餐厅共进午餐，或者她也在一家传统的披萨店大嚼披萨。其实对于美食， Liz 有某种矛盾的情节，让她身心挫折以及罪恶感，她更加批评对自己的失望。但是她转念一想，既然已经放下一切远道来此，我的人生就不应该再被捆绑，我要及时享乐，随遇而安。于是 Liz 尽情玩乐，享受当地的美食，以获得身心灵的满足与慰藉。相信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有谈不完的恋爱，但可曾有一刻想过一个人吗？有时候我们总是会感到难以自处，才不断的需要利用他人的陪伴来填补空虚的内在。其实我们要相信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好，就像女主角透过出走、旅行和修行，开始发现一个人也可以拥有很美好的时光。也许你跟我一样，我们并不喜欢听老人家在那边碎碎念，但有个老人的碎碎念是有全球挂保证的好听的，那个老人家就是 Woody Allen。 不管你之前认识不认识 Woody Allen， 只要看完他2部电影作品《午夜巴黎》与《爱上罗马》，你很难不会爱上 Woody Allen， 我是说真的哟。Woody Allen 这位浪漫的鬼才，以《爱上罗马》作为他欧洲3部曲的最终章，只是这次他的演员阵容更为豪华，无论是本片的潘尼洛普·克鲁兹、杰西·艾森伯格、艾伦·佩基，还是亚历·鲍德温，都在本片浪漫演出。《爱上罗马》共有4段故事，故事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然而在剪辑上，你会看到这4个故事有如马戏团那个杂耍手中的4颗苹果被抛在空中，
却一个一个被稳妥地接在手上，然后又被丢在空中那般利落。或者你也可以说，Woody Allen 只是把一些材料往空中一抛，耍了几刀，而当那些东西掉下来时，就已经是摆盘精美的4道菜肴了。爱上罗马里面的4段故事，虽然人物之间完全没有交集，但是电影把他们的交错剪辑在一起，却不会让观众感到困惑，甚至你还会很想知道每一段故事的后续呢。整部电影我最喜欢那段浴室高歌的段落了，由Woody Allen饰演的退休歌剧制作人 Jerry， 他特别喜欢前卫把戏。某天，他阴错阳差地听到亲家公 Giancarlo 在浴室高歌 Puccini 的《今夜星光灿烂》，歌声毫不输3大男高音。Jerry 觉得自己找到了100年难得一见的歌唱奇才，他决定将亲家公推上歌剧院。而偏偏身为素人的亲家公，只有在洗澡时才能无牵无挂地飙出天籁美声。他在第一次众人面前表演时，因为太过紧张，其实表现并不出色。Jerry 突发奇想，大胆地将浴室搬上歌剧院的舞台。亲家公在感觉熟悉的环境下表现，果然一鸣惊人。这么异想天开的剧情，一面消遣前卫艺术的无所不为，一方面则揶揄进来素人歌手的现象。人生真的是70才开始吗？我认为 Woody Allen 最棒的2部通俗作品《情欲巴塞隆纳》和《午夜巴黎》都是他70岁之后才拍的。身为影迷，我们简直应该对 Woody Allen 致上最高的敬意了。以一个旅客之死作为序幕，《绝美之城》揭露了他荒谬的真实本质。意大利新生代导演 Paolo Sorrentino 以本片承袭了 Fellini 和 Visconti 等已故意大利大师的辉煌光景，也以他前卫尖锐的风格再度展现意大利电影的新生命。65岁的名作家杰普开始意识到自己剩下不多的光阴，在与上流社会老板、同行、名流们无止境的虚无对谈中，他毫不留情面地批判一张张虚伪的面孔，也尝试重新接受爱情的滋润，甚至宗教的洗礼，但一切困惑的答案其实都藏在早已逝去的瞬间之中。杰普在26岁时来到罗马，他靠着唯一的小说作品名利双收，他像个花花公子般的夜夜笙歌，享受着美女，品味醇酒。但是当他临界迟暮之年，回忆起过往的激情时光，他在揭开这个绝美之城的华丽面纱时，沉寂已久的寂寞也跟着悄然乍现。片头生日派对炫目震耳的狂欢场景，轻而易举就抓住了电影观众的目光。这些突兀、夸张甚至残忍的情节，凸显了 Sorrentino 企图营造的黑色和诡谲，以及笔下人物的愚昧与可怜。他无惧地使用极端的叙事、声音和影像风格，挑战观众的观影习惯，也让观众看见电影更多的可能性。从古老的建筑到绮丽的城市风景，从怀古精致的艺术人文作品到盛宴的上流社会，在这些夺人魂魄、美得惊人的影像后，导演 Sorrentino 巧妙地与主角一生关于爱情、友情、政治与商业社会万花筒般的经历结合，透过他与周遭不同世代的朋友们交谈或访谈，点出了罗马华丽喧闹之美，一般人难以窥见的空寂与冷清。绝美之城随着男主角 Jep 的导览，从黎明到白天，从午后到傍晚，在意大利国宝级摄影大师 Luca Bigazzi 的掌镜下，精致的构图、魔幻的光影色调，它完美呈现了罗马这座古城令人惊艳的美，也荣获了意大利金球奖、国家影评人协会的最佳摄影奖。其实这部电影没有太多剧情的转折，它只是主角个人快转的成长记忆，以一种冷眼旁观、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冷凝，观看着罗马这座城市的变迁，或许是早已享受过一般人难以触及的锦衣玉食、华美盛宴。
绝美之城不仅呈现罗马的美丽景色，也深刻地以这座永垂不朽的历史之都，对比出人生稍纵即逝的无力与遗憾。生活和死亡一样，其实都能像是一场表演，也都能轻到令人一笑置之，或显得非常沉重。Sorrentino 无疑创造出一部令人非常难忘的作品，也让他在意大利以及世界影坛的地位又升了一层。一个将军被贬为奴隶，奴隶又成了角斗士，一个反抗帝国皇帝的角斗士，一个惊人的故事，一场生死大戏。整部电影的主轴就围绕在这上面，生死以及戏码。开场字幕即开宗明义，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帝国皇帝掌控了全世界1/4人口的生杀大权。然而，在接下来的2个半小时内，观众即将看到这段开场白遭到戏剧性的颠覆。电影描述公元180年，罗马皇帝 Aurelius 即将驾崩。他在死前希望将大位传给他信任的将军 Maximus， 并由 Maximus 将大权还给元老院，让罗马恢复共和。然而，罗马皇帝的儿子那野心勃勃的 Commodus 全无对共和的憧憬，儿子于是密谋夺权，并杀害了 Maximus 的妻小。Maximus 流亡边疆，他被角斗士竞技商人收留，终在竞技场大杀四方，甚至撼动罗马。这部电影应该说是我最喜爱的5部片之一。电影的故事存在着2个非常主要的故事线，它们彼此独立发展，却又互相影响彼此，这使得整体的故事编排与演出得以更加精彩。在电影前半段， Maximus 与 Commodus 的激烈冲突为开始。 Maximus 失去了一切他想保护的，包括他的家庭，而 Commodus 则获得一切他想要追求的，包括他的地位。自此便开展了2条故事线，独立发展，并且不断交错。到了电影中段，双方成为了对方心中的对手，甚至是梦魇，不断影响对方的心思，并且更以对方作为复仇的目标，做出种种判断与抉择，影响故事的走向。最后，我们来到故事的终末，2人终于对等地站上了罗马竞技场。这个地方，不论斗士的原先身份为何，只要站上这里，就是人人平等。他们2人持着剑，展开最后的对决。结尾 ，Maximus 终于达成目标，杀了 Commodus。我们会说，是 Maximus 终于仇报雪恨，而 Commodus 则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但是，这个电影只是想要呈现原先一无所有的主角为心中的正义讨回公道的复仇剧吗？其实我认为，在故事对于 Commodus 内心变化的铺陈上，我无法说这是 Maximus 终于仇报雪恨，打败 Commodus 的单方胜利。我认为，其实这场奴隶与君王的对决，让身为奴隶的 Maximus 站上了神话英雄的地位，而倒卧沙场的君王 Commodus 则陷入了悲剧英雄式的结束。罗马竞技场早已成为全球游客到意大利必访的古迹之一，尽管它随2000年的时间而倾颓，广场上的地板也塌陷了，流出底下的兽龙和地牢来。然而，导游们自然会提起这部电影来吸引游客的注意。他们叙述导演 Ridley Scott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所感受的震撼，并模拟数万群众的惊人呼喊。看了这么多精彩的分享，让刚从意大利回来的我又想过去了。最后，如果你想跟着我的脚步看更多的世界，记得按赞、开启订阅小铃铛。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拜拜。